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家族作坊任人唯亲，杨紫站队3问题，吴磊谢娜被亲戚拉下水。裙带家庭作坊，杨紫站队3问题，吴磊谢娜被亲戚拉下水。很多明星在成名之后，都会选择自己开经纪公司，或者开工作室，隶属于大经纪公司，这样个人的收入会更多，事业也会更独立。尤其是天生的艺人作为童星，习惯了让父母掌控自己的生活，但这也带来了很大的弊端。比如杨紫和吴磊就是这样。与欢瑞的合同到期后，杨紫自己开了公司，杨紫的父亲也成为了投资人，会投资一些小网剧。妈妈全职陪着杨紫，杨紫身边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她的亲戚。吴磊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妈妈和姐姐陪伴，手机的使用也遭到了网友的诟病。杨紫第一个问题是无法应对突发问题，遇到事情杨紫要自己写回应，确实有点离谱。杨紫的工作室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作坊，当然好处就是家人会照顾好她的身心，绝对不会伤害到她，一切都以她为中心。但家庭作坊的劣势也很明显，就是处理问题相当不专业，比如前段时间的杨紫吃蛋糕事件。其实这件事很明显是狗子炒作，口碑不错的她，团队配置显然配不上她这个90后一线女星。第二个问题是她没有行业经验，杨紫在家有儿女成名后，其实有一段时间转型困难，最终她与一家经纪公司签约。她本来是想接更多的戏，没想到这家经纪公司不浅，不仅炒作未满18岁，各种离奇的绯闻，试图转型成功，让杨紫很受伤，甚至被网友质疑伤仲永。最终杨紫和家人付出了代价，费了很大力气才解约。后来通过决战长沙得到了更多的机会。之后我迁入了欢瑞，成为了流量明星，逐渐成为了欢瑞的一姐。杨紫的家人在这个行业并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顶多只是帮杨紫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独立后家人包办一切，其实都是职场新手。第三个问题是没有专业性，合约到期后杨紫一个人出来做，还带着亲戚。其实看得出来，杨紫的家人是很疼爱她的，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在很多专业问题上还是欠缺很多。就拿杨紫的造型来说吧，在父母眼里，杨紫作为顶流小花，时尚资源很差。最近她似乎改变了个人风格，聘请了专业造型师来打造，这种甜辣风格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吴磊出道太早了，他任人唯亲很正常，整个家庭都为他的事业付出了很多努力，整个家庭都围着他转。像吴磊这样的童星开酒店，没有父母陪伴不现实，但带来的问题是吴磊的球队出现了很多问题，父母的手太长了，资源还得先跟吴磊父母商量，父母的心理和管理者的心理明显不同。不同的是，吴磊的职业生涯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即便吴磊以高情商会说话着称，但他的团队却得罪了不少人。父母对孩子的考虑肯定不同于职业经理人，一个好的管理者其实是有点狠的，面对艺人的任性或迷惑，他一定会予以纠正和劝阻，甚至毫不留情地介入，思考问题会非常困难。综合来说，尽量维护与各方的关系，非常善于处理媒体，还有家人对艺人的话，首先是小孩子，不是合作关系，很多问题无法客观判断，而有些事情不会考虑得很全面，会考虑亲子关系。谢娜在业内口碑不错，她很仗义，从不阿谀奉承，从不刁难别人。她有时可能会胡说八道，但她的性格很好，甚至可以说她很符合老一辈贤妻良母的传统标准，只是被诟病太任人唯亲。即使身边的亲人表现得过分，她也总是心软，愿意原谅和包容。不如赵丽颖，像赵丽颖很清楚，她的团队主力是专业人士，尽量不要用亲戚，这不会影响她的事业。明星也是凡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或多或少也存在着情感网络的束缚，家人想要插手明星的工作无可厚非。就像你家里的某个人，无论是近亲还是堂兄弟，一下子就成了大明星，一般人肯定是想占点小功劳的，
毕竟家里人用起来更安心。比如说，一个明星使用了一个外人，有可能在外人离开之后，外人会带走这个明星的资源，这个明星的亲戚自然不会这么做。李千福指出，去其他明星并不容易，其他星辰会认为你连血统都背叛了，更不可能相信你。此外，明星在生活中有一种流浪感，他们走遍世界各地，他们会需要一些亲情解气。不过这其中有不少不靠谱的明星亲戚，明显是惹是生非，让明星本身的名声大打折扣。只能说，亲人应该做，应该珍惜。如果亲戚真的不靠谱，明星也需要理智清醒一点，不要因小失大。杨紫仙境封面大片。作为备受关注的明星，杨紫一直有着极高的人气和影响力。而最近，她又为自己的演艺事业再添一笔，成为了《Wonderland》杂志的封面人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大片背后的故事吧。首先，从整体上看，这组照片的主题可以概括为童话世界。在这个主题的基础上，摄影师选择了多个场景来呈现一个完整的幻想世界。比如其中一张照片中，杨紫身着深红色连衣裙，站在一尊白色雕塑旁，仿佛置身于童话之中。在另一张照片中，她身穿白色长裙站在悬崖边上，背景中的雾气更增添了画面的神秘感。除了场景的选择，服装也是这部大片的看点之一。在这几张照片中，杨紫穿的衣服很有设计感，也很漂亮。她们既有素雅的长裙，也有时髦的短裙。总的来说，这几件衣服都非常适合年轻时尚的杨紫。最后，这组照片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杨紫的表演。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她的举止非常自然自信，完美诠释了这个童话世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样的表现力是非常难得的。总的来说，这组杨紫仙境翻唱大片是一组非常优秀的作品。无论是从场景、服装还是表现力，都能感受到杨紫的魅力与魄力。相信这组写真也会受到粉丝们的喜爱和追捧。杨紫热巴粉丝骂战升级，非法集资去派出所，部分是学生。自2018年以来，中国两大顶级女演员迪丽热巴和杨紫的粉丝就因偶像获奖问题发生争执，经常引发骂战。近日，杨紫粉丝投诉被粉丝恐吓疑似迪丽热巴网络暴力，并到派出所报警求助，直指粉丝后援会被曝非法集资。杨紫的粉丝在网上晒出了很多疑似与迪丽热巴某后援会有关的截图，图为不少迪丽热巴粉丝花钱购买应援物品，等了整整1年都没有收到实物，其中甚至有学生。后援会随即被质疑非法集资。分享这条消息的杨紫粉丝随后遭到大量迪丽热巴粉丝的留言轰炸，部分留言甚至涉及人身攻击和下流言论。该粉丝称自己受到惊吓，已前往派出所报警，并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照片，称对于迪丽热巴的粉丝辱骂我，派出所已经完成处理，记录并立案，别着急。相关人士更明确表示绝不退缩，将继续散播歌迷会抛售实物的消息，并誓言帮助受害人得到公道。粉丝向警方报案后，杨紫和迪丽热巴至今未有任何表态。02肖战周也加入了徐克的新版射雕。网友，这是要重塑经典，你知道吗？近日，有一则让无数武侠影迷炸了锅的大新闻，那就是徐克导演将再次拍摄《射雕英雄传》，并且已经确定了主演。猜是谁？不是别人，正是当红的生肖战和周也。是的，你没听错，肖战和周杰伦也将出演徐克新版《神雕侠侣》，分别饰演郭靖和黄蓉。消息一经曝光，便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和期待。有人表示很期待看到肖战和周也的合作，觉得他们都是实力派演员，都能很好的诠释经典角色。也有人表示担心徐克会破坏金庸的原著，认为肖战和周不适合古装演武，希望他们慎重考虑。徐克导演可谓是武侠片中的佼佼者，执导过《东方不败》《七剑新龙门客栈》等多部经典武侠电影。1983年还拍摄了由黄日华、陈玉莲主演的《射雕英雄传》，那部电影被称为最忠实于原著和最受欢迎的电影。那么，徐克导演为什么要再拍一部《射雕英雄传》呢？据悉，导演徐克表示，想以全新的手法和视角重新演绎这部经典之作，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他说，《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向金庸先生致敬。肖战和周也能演郭靖和黄蓉吗？肖战和周也是当下最火的年轻演员之一，两人的演技和人气都不错。肖战在《陈情令》中饰演魏无羡，在《斗罗大陆》中饰演唐三，在《余生请多多指教》中饰演于景甜，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魅力。周还出演了《亲爱的自己》中的林婉婷，《山河岭》中的温泽元救梦1913中的李奉天等角色，展现出不同的气质和实力。那么，他们能否胜任郭靖和黄蓉这两个经典武侠角色呢？郭靖是一位忠义善良、勇敢正直、武功高强的英雄，黄蓉是一个聪明、活泼、可爱、有思想的女人。他们是金庸笔下最受好评的一对神仙眷侣。肖战和周想要演好这两个角色，不仅要有相貌上的相似，还要有气质上的契合度，还有演技上的淋漓尽致。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不过从他们以往的作品来看，他们在古装造型和武侠剧演绎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经验，以及不同风格的表演技巧和表现力。只要他们能认真钻研原著，了解人物性格，把握人物情绪，配合徐克导演的指导，相信他们一定能为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经典。郭靖和黄蓉肖战周也加盟徐克新版《射雕》，消息一出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表示非常期待看到他们的合作，觉得他们是最佳人选；也有网友表示很担心看到他们的表演，觉得他们是最差的选择。网友们众说纷纭，有褒有贬，有喜有忧。我们来看看一些网友的评论。徐克新版《射雕》，肖战周也加入了，我觉得挺好的，我都喜欢，都是很努力、很敬业的演员，相信他们能演好郭靖和黄蓉。徐克的新版《射雕》，肖战周也加入了，我觉得不好，我讨厌他们两个，他们都是非常炒作的人气演员，我不相信他们能演好郭靖和黄蓉。徐克新版《射雕》，肖战也加入了，我觉得不重要，我不在乎他们两个，很普通的演员，能不能演郭，我不在乎，景和黄蓉好。肖战周也加入了徐克新版《射雕》，很意外，没想到两人合作，都是很有特色、很有魅力的演员，很好奇他们能不能演郭靖。郭靖好，黄蓉双引号。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